炸弹人这套阵容能不能玩？强度高不高？阵容应该怎么搭？这期视频将解决你的这3个问题。我们先来聊聊炸弹人这套阵容到底能不能玩。这是我在宗师王者局的4把战绩，可以看到每一把都在前4，但都并没有吃鸡，即便能追出多个3星，在后期依然有些乏力。所以炸弹人这套阵容并不会成型便吃鸡，炸弹人也不是一张3了就有分的牌。我们必须要让整体的质量都非常饱满，打出每个阶段都应该有的节奏，才能游刃有余地驾驭这套阵容。他得太克我了。我不想。我们来聊一聊炸弹人的构筑和过渡思路。在前期嫖到了2张炸弹人的情况下，我们会考虑去玩一个炸弹人。我们需要停留在6级小抽，在6级小抽我们需要达成2个目的：一是我们的炸弹人到达2星，2是我们抽到了一个基础的前排质量，例如2格斗、2监察。如果你在6级时地道的质量比较低，可以考虑在上期之后再小弟2手补充一下整体质量，但这套牌必须要上8，通过盖伦和黑莓体系来支撑住整套阵容的坦度。这套阵容在8级时的构筑如图所示，这里有3个点需要注意。第一点，希尔科和蒙多谁2了先上谁。第二点，布里茨无论是在4统领还是在6统领的情况下，都无法吃满3件装备作为一个合适的坦克，所以在盖伦、蒙多2了之后，需要把布里茨的装备替换给他们。同时，布里茨追3星的收益比较低，3星的布里茨坦度可能略大于一个2星的蒙多，这点在大数据上也会有所体现。在宗师局，2星蒙多的胜率甚至比3星机器人还要高。第三，如果炸弹人数量比较少，可以考虑在希尔科2了之后卖掉炸弹人，将炸弹人的神装交给希尔科，或者在蒙多没有2的情况下，考虑养一个炸弹人的副 C。炸弹人能够快速的给敌方所有人套上鬼术，通过灼烧伤害打出不小的输出。如果你有统领转，可以考虑把统领转给到盖伦，下掉一个黑色玫瑰的义子上6统领。接下来我们聊一聊炸弹人阵容的装备选取。左下角是炸弹人的标准3神，这3件是炸弹人输出最高的装备。这边是炸弹人的优质打工装，炸弹人的小炸弹能快速给对手套上重伤，在前期有一个非常不错的过渡能力。炸弹人的奥温神器里面只有魔运是永远的神，其他的数据都非常差，在4.5名开外，这2件勉强能用一用。炸弹的光明装备里，光龙刀是遥遥领先的，其次是恶魔杀手，再其次是光纳什。布里茨的装备里，这3件奥温神器比较亮眼，普通装备只需要捡破烂即可，基本都差不多。蒙多装备里特别需要留意泰坦和血手，在大数据里显示非常高，而看似比较适配蒙多的狂徒反而数据不是很好。好，我们来到对局讲解环节，可以看到我开局就爆了2张炸弹人，为什么我还是要用这场素材呢？因为我希望告诉你，这个阵容不能硬玩，如果没有天胡就尽量不要玩。我们还是分析一下开局和海克斯的选取。这里我们虽然有2张炸弹人，但是我们是腰带和大剑开局，无法为炸弹人合出一件合适的装备。即便用英勇福袋直接 Nico 出2星的炸弹人，依旧无法正常的过渡。而游神的眷顾既能作为一个连败时的选择，又可以强行拉舞找锻造器，为炸弹人找出青龙刀。我们场上的质量也不错，所以我决定冒险一搏，上人口，尝试强行拉舞去找青龙刀，腰带则能够为巨魔提供一件极客的肉装。这里我们将腰带交给巨魔，我在这里已经做好了2手准备，如果赢了我们就强行拉舞找青龙刀，如果输了我们就连败抢炸弹人的装备，等到炸弹人2之后再拉人口打连胜。这里赢了，并且机器人来了，我们果断直接拉舞，尝试找出青龙刀，但可惜的是这里并没有出青龙刀。
如果是你，你会在这里选哪件装备呢？我选择合下鬼书来交给炸弹人。前期的炸弹人在有鬼书的情况下，能够造成多段灼烧，在前期的过渡是非常强力的。我们这里不要合下狂徒，因为我们的前排质量已经够肉了，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后排的输出。回来我们嫖到了2星的炸弹人，这就是连胜加上上人口的滚雪球效应。上了人口总容易对出更好的对子以及更好的4费卡，但如果选择连败，在3级、4级摆烂，那么就很难再重新连胜了。选秀这里我们拿下弓，因为还要做电刀和纳什，需要2把弓，所以准备1把弓肯定是不亏的。我们2格斗4级克的阵容过于豪华，我们轻松的取得了5连胜，进入野怪。我们来到野怪爆装备环节，依旧是如往常一样爆得非常烂，好的装备一个都合不出来。不过我们索性还能拉人口找锻造器，也是成功的找出了青龙刀。这里为了打连胜，就直接把星之钢给合掉了。这把外面的质量都非常高，可以看到这家有2个2星的前排和1张2星的 EZ， 还开出了4哨兵和3皮城的羁绊。我们连胜来到第2个海克斯，这个时候一定要选择一个最强战力来保住我们的连胜。由于我们已经有游神的眷顾来补充装备，所以大白宝袋的优先级并没有那么高。这个时候能为统领提供启动的法力流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无论在中期和后期都有非常强的即时战力。我们来到3-3，刚好遇到了一家拉7的对手。可以看到，由于我们拉5抢连胜，我们的经济并不好。对方居然能在有40块钱的情况下，在3-3抢先抢到7级，并且找出了3张符合皮城哨兵阵容的4费卡，也是遗憾的断掉了我们的连胜。由于我们已经有2张弓了，足以合成纳什和电刀，选秀我们拿下魔抗作为我们的肉装。在3-5，我们遇到了一家2星刀疤和2星吸血鬼的对手，但刀疤这张牌由于被削弱过，加上并没有开出野果帮来，特别脆，我们也是轻松赢得了对手。在3-6，我们又遇到了一家装备和海克斯都很对的2星乌鸦，幸好我们的战力比较饱满，不然这一局也要输掉。我们再次来到狼哥爆装备环节，狼哥依旧非常给力，爆得很差。这2张弓我们只能消化1张，剩下的大概率要去做羊刀了。但是我们这里又需要等法爆，所以这个羊刀一时半会儿可能还做不了。我们这里有4张炸弹人和3张机器人，大概率要在8级停留很久，所以我们不能上8抢牌，在8级也要稳住经济，慢慢递卡，不要一下子把经济全部递光。我们来到海克斯选择环节，玻璃大炮一定是统领的 T1级海克斯，既能提供我们缺乏的伤害增幅，它所减少的20%血量，在高统领的护盾面前又显得有些微不足道。抽卡这里一定不要过于着急，慢慢调整自己的阵容，因为我们没有在4-1抢先拉8递卡，这个时候也不用着急跟别人抢牌了，反正也已经落后了。我们需要尽快把阵容调到一个合适的阵容。我不太喜欢玩4费卡的阵容，就是因为这一点。可以看到对面除了1张麦迪，全部都2星了。但如果是我上去抽卡，我估计能2星1张4费就不错了。回来我们继续抽卡，并且调整一下炸弹人的装备。可以看到我们这里抽到了6统领，但我们其实上不去这6统领，因为我们上了这6统领，我们的质量反而会下降，我们的前排会变得非常的脆弱。选秀这里，由于我们为了过渡合下了羊刀，所以我们并没法拿到全套去合成法爆。刚好看到了1张炸弹人，我们决定抢下炸弹人，顺便补充一下肉装。
这里有一个地方我做的非常不好，那就是放弃了蒙多这张牌，转而去追一个机器人的3星。机器人这张牌即便是3星了，也非常没有实力，反而不如追一个稳定的2星蒙多。这里地牌过于心急了，想要去第一张2星4费的前排或者3星的炸弹人，反而在异变之前把所有的钱都花光了。这一点在复盘的时候也觉得做得非常不到位。这里我们打一家堡垒大头，可以看到在有一个不错的前排的前提下，炸弹人即便是2星，依然能够打出非常高的输出，基本能在4阶段无痛的过渡。我们来到异变选择，由于这里为炸弹人拿了2个伤害类的海克斯，所以这里最好的选择一定是用全部浪费或者连杀来增加炸弹人的伤害。这里遇到名片其实已经可以拿了，因为我们只有2块钱了，但我还想继续递下去，递一个当前战力比较强的稳定收益。这里如果出黑莓转，其实4黑莓相较于5黑莓提升并没有那么明显。由于我们这里除了机器人基本上全员都是脆皮，所以我不能给机器人拿这个震撼登场，防止对面快速过掉前排之后直接切入到后排。我们被迫给盖伦拿下这个震撼登场，但我觉得这个震撼登场一定是一个超萌的海克斯。跳起来的前排不仅能够避开 AOE 伤害，又能提供一个2秒的绝对控制。这个控制由于是击飞，水银都无法解除。我们来到大鸟，大鸟的装备爆得非常不错，爆出了我们急需的法爆。这里存在争议的是我应该合成巨鲨而并非青龙刀，因为法力流已经提供了蓝量回复，并且希尔科已经做了双启动装，对青龙刀的依赖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可以看到，我们出野之后依旧没有递到3星的炸弹人，但这把的优势过渡让我们目前还有68滴血。我们就算接下来还是递不到3星的炸弹人，基本上也足够我们去吃分了。这里我们递到了3星炸弹人，可惜我们之前并没有留下蒙多作为我们的预备选择。我们这里必须要停在8级追3星的机器人，不然我们将持续的掉血。如果这里有一个2星的蒙多，把机器人的装备全部给蒙多，我们就可以考虑上9，继续提高我们的上限。这里其实打下来，差距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大。虽然对面有2星的铁男，但由于我们的肉装还在给一个3费卡吃，所以我们前排的坦度大幅不足。我们选择调整站位来针对这家列娜塔。盖伦会在开场之后跳走，塞恩会原地不动，这样列娜塔只能打中机器人1个人。我们通过站位取得了这场胜利。选秀这里并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好的选择，犹豫了一下之后，我们选择拿下羊刀，为妖姬提供持续的攻速。在遇到乌鸦作为对手的时候，我们尽量要选择将我们的 C 位移到和乌鸦的对侧，防止乌鸦通过 AOE 伤害秒杀我们的后排。回来之后，我们的机器人终于3了，这也就意味着我们的前排至少能稍微扎实一点了。蛇女这张牌子没有装备的时候并没有什么作用，我们选择把它顶在前面。我们这边用赛恩去对位这个位，希望这个赛恩在撞进去之后，让位的 AOE 只打到他1个人。但无奈对面的位偷了一个大天使，抢先赛恩发动了大招，直接把赛恩摁死在原地了。野怪出来，我们补充了一下前排装。我们这波打一个皮城哨兵，我们选择用蜘蛛去控制对面的 C 位，但可惜蜘蛛并没有吃任何的肉装，也没有开任何关于肉的羁绊，跳到半空中的时候就死掉了。好在我们质量过硬，成功打赢了对面。最后一波我们还是打这家列娜塔，我们已经把站位做到了极致，让列娜塔在开局只能输出我们的1个单位。但无奈这家硬化护盾的列娜塔实在太克制我们的阵容，持续不断为群体结束的护盾挡掉了炸弹人大部分的伤害，甚至还在辅助器里面开出了月食，持续的提供护盾。我们最后也是差一点惜败了这家列娜塔。如果这局我们通过2星门多来代替2星机器人，去上9找更多的上限，或许这把我们就拿下了。
回顾一下这套阵容，炸弹人并不是一个可以把把硬玩的阵容，但是如果运气好胡了，一定有着吃鸡的上限。